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长安24季诚意引爆韩网，没感情线的国产剧凭啥狂揽12亿播放？你见过古装剧里主角不谈恋爱吗？我说的是真不谈恋爱，不是那种我们搞事业顺便谈个恋爱的假把式。诚意在长安24季里演的那个谢怀安，就是这么一号狠人。30秒雪地哭戏我数过，17滴眼泪，一滴不多一滴不少，全砸在台词断点上。但更狠的是，这哥们儿从头到尾脑子里就4个字：复仇算账。然后我就刷到新闻，2026年4月21号，这部剧要上韩国中华 TV 了。海报上诚意那头白发，眼神跟淬了冰似的。我就纳闷了，一个零武力值、零感情线，光靠脑细胞打架的谋士，怎么就能从央视8套一路杀到 Netflix？ 现在又要去撬韩国人的脑子了？这事儿吧，你得先搞明白长安24季凭什么在国内能把收视率干到 2.23%， 刷新央视8套次黄金档纪录，优酷热度破万，全网累计有效播放量破了12亿。就这数据，放在2025年那个古装剧扎堆的档期里，跟开挂了一样。去感情线的邪门魅力，传统古装剧的玩法是什么？男女主的谈恋爱，至少得有点暧昧拉扯。就算是大男主剧，也得配个红颜知己，来点情感寄托。长安24季篇部，编剧双城直接放话，这样一个在人生里经历苦难，还一直背负重任的人，其实没有爱情是合理的。这逻辑听起来残酷，但看进去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这剧能封神的关键。谢怀安一家被灭门，他顶着白发回长安，每一步都是算计，每一句台词都藏着刀。2025年12月12号首播那天，4集上线，网友弹幕刷的是什么？双引号，不敢开倍速，细节太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线太纯粹了，复仇、权谋、朝堂搏杀，没有支线分走注意力。谢怀安的每一次借刀杀人，每一记瞒天过海，都像在玩一场没有中场休息的长安版狼人杀。28集，官方说塞了50次反转，平均一集 1.8次。这密度，这节奏，感情线根本插不进去，也没必要插。脑性男的另类苏感，诚意以前什么样？琉璃里深情，莲花楼里隐忍。这次演谢怀安，彻底颠覆。这角色不靠武功，不靠颜值谈恋爱，魅力全在那颗高速运转的脑子里。有一场戏我印象特深，他被反派踩着手背，疼得浑身发抖，脸上却硬挤出一个谄媚的笑。就那个 0.3 秒的表情切换，什么叫隐忍的疯子，全在里头了。这种脑性男的魅力，对观众是种新鲜刺激。大家看腻了英雄救美，看腻了虐恋情深，突然来了个角色，他能用一句台词，一个眼神，让对手后背发凉，能让屏幕外的你跟着一起脑筋急转弯。刘奕君在剧宣的时候专门夸过诚意，说那么一大段晦涩的文言文台词，他能说的举重若轻，这不是靠脸能办到的事儿。韩国人为什么可能买账？现在问题来了，韩国观众他们吃这套吗？要知道，韩国人自己拍权谋剧，绕不开王国那种宫斗加丧尸的混搭，或者像窥探信号那种现代悬疑、古装权谋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玩法。但长安24季这次进韩国，走的是中华 TV 这个频道，什么来头？韩国唯一24小时播放中国节目的综合性电视台，隶属 CJ 集团。它播过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，创下过该频道收视率历史第一。它的观众对中国古装剧是有基本认知的，他们想看什么，可能恰恰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。
韩国中华 TV 这次采购摆明了就是要原汁原味，保留中文原声，支配韩文字幕。这意思很明白，我们要让韩国观众听听中式的权谋对白是怎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看看诚意的微表情是怎么演活一个疯批谋士的。这种自信不是凭空来的。这剧出海 Netflix 的时候已经验证了一次，覆盖190多个国家地区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多国进了播放榜前10。Reddit 上海外观众讨论的是50次反转堪比纸牌屋。这说明什么？强情节、高智商的叙事有时候真能突破文化壁垒，东方价值观的降维打击。但《长安24记》最狠的地方，可能还不是它的反转密度，而是它藏在权谋皮囊下的那个核儿。谢怀安一开始是为私仇，但看着看着，你会发现他在变。当他看着铁墨人打过来，他能放下家恨，跟曾经的仇人联手御敌。那句私仇可缓，国耻必雪，才是这句真正的魂儿。韩国人拍权谋格局往往在宫廷里打转，为了王位，为了权力。长安24记的格局，从家仇铺开到朝堂，最后落在天下2个字上。这种小我到大我的叙事升维，可能才是东亚文化圈最能共鸣的东西。毕竟，哪个国家的观众骨子里不敬仰为家国大义放下私仇的英雄？更何况，这剧的文化细节做得太扎实了。1.2亿投资里，据说大部分砸在实景搭建上。200亩唐代街景，朱雀大街的石板路都是照着考古资料来的。更绝的是，24节气是推进剧情的暗线，火刀、古法造纸这些非遗手艺，真成了破案的关键道具。这不是噱头，这是把文化做进了骨头里，给国产剧创作的当头一棒。长安24记这次出海韩国，要是真成了，对国内拍剧的人，可能是个不小的刺激。它明晃晃地证明了几个事：第一，好故事不一定需要感情线。当你在一个核心叙事上做到极致，权谋、复仇、成长，随便哪个都能撑起一部剧。爱情不再是古装剧的标配安全牌。第二，出海成功靠的可能是最硬核的内容。以前总觉得出海的加点爱情、加点奇幻的迎合别人的口味，这次好像反过来了，我就这样，你看不看？结果韩国人还真看了，还买了。第三，观众真的在变。那些喊着没感情线谁看啊的人，可能低估了市场。当工业糖精泛滥到让人反胃，一部彻底去糖的剧反而成了清流。优酷热度破万，央视收视破2%，数据不会骗人。但我也在琢磨，这会不会给行业一个错觉？以后古装剧都别谈恋爱了，都去搞权谋。千万别！谢怀安能成，是因为这个零感情线的谋士形象本身立住了。他的智慧、隐忍、蜕变，每一步都让人信服。如果只是为了没有感情线而没有感情线，那拍出来的可能就是另一部枯燥的计谋说明书了。所以《长安24记》在韩国播出后，我最想看到的讨论，可能不是诚意好帅，也不是反转真多，而是韩国观众会不会真的去琢磨那句长诗烧与山鬼听背后的屈原？会不会有人因为这部剧去翻一翻36记？文化的种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埋下去的，但埋下去之后能不能开花，开什么样的花，那就得看造化了。你们说，一部没有爱情的古装剧，到底靠什么才能真正打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观众？是靠智商碾压的快感，还是靠那种人类共通的对家国大义的向往？